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吗？恭喜宿主觉醒鉴宝系统，打卡极品老实人成就，系统开启中，玩家苏醒，系统即可开启。我怀孕了，不过孩子不是你的。虽然你是我男朋友，但你还不配让我怀孕。老珊珊，你给我戴绿帽子啊！你一个古玩店打杂的废物，给你机会舔我，都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至于绿帽子，我已经给你戴了3年了。我还得谢谢你给我当了3年的免费家教和苦力，帮我考上研究生。你珊珊，孙林，这就是我的未婚夫赵鹏。鹏哥，你看我这个备胎委屈的样子，现在像不像一条狗？我可是听说你一直跪舔的女人，连碰都没给你碰过。我可是整整睡了3年，你这帽子戴得挺稳的。老珊珊，3年了，我不仅每天给你补习功课，还熬夜打工挣钱养你，我一心一意对你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又不是我让你伺候我的，现在你这只舔狗已经没用了。呸！我早就嫌你恶心了，我就是让狗骑，都不让你骑。毛珊珊，你这个贱人！你他妈骂谁呢？老婆，我们走。老实人就活该被欺负吗？恭喜宿主觉醒鉴宝系统，打卡极品老实人成就，系统开启中，玩家苏醒，系统即可开启。恭喜宿主鉴宝系统开启成功，奖励宿主技能洞察之眼神之右手。洞察之眼能看透物品来源，神之右手可修复物品。这一板砖还让我拥有了鉴宝的能力，这是要让我在古玩界鉴宝发家吗？哎，你醒了，先休息2天吧，你没事就好，我放你2天假。谢谢周总。周总，古玩名流魏承谦魏先生带着青铜鬼给您送来了。走。青铜鬼，正好跟着去看看，检验一下我的洞察之眼。魏叔，周丫头，你可算来了。你之前托我给你找的东西，我找到买家了。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陈远山陈先生，今日他带来的青铜鬼是在海外拍卖场上拍下来的。要不是我说你急需，陈先生还舍不得出手呢。陈先生你好。东西我是带来了，1000万。周总想要就留下，如果周总接受不了，就别浪费我的时间。这家伙看起来不像好人呢，这么贵重的古董在旁边，还有心思玩手机。不是我看不起周总，而是你这里的东西太垃圾了，我怕吃不下我的青铜鬼呀。哈，周丫头，我们还是先看看东西吧。要是真的心动，价格咱们可以再谈嘛。都听魏叔的，如果陈先生的青铜鬼是真的，1000万我也出得起。那就请周总好好的长长眼。丫头，这青铜鬼老夫已经看过了，绝对是真品。陈先生要价1000万也并不高。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呢。系统开启洞察之眼。鉴定成功，物件青铜鬼是明崇真谛闲来无事随手之作，非西周古董，但意义非凡，价值1200万。大漏啊！这物件虽然不是西周珍品，但意义非凡，价值非凡。我要是能低价拿下，还不得原地起飞？周总，这物件是假的。苏林，别乱说话，你对古玩接触的还少，多看少说，就当学习一下经验。周总，我没有瞎说，这青铜鬼绝非西周珍品。小子，你的意思是老夫我眼拙，看走了眼？鉴宝栏目，几个专家都有走眼的时候。魏二爷，看走眼也正常。周总，看来你没有诚意啊，什么人都敢乱插嘴。陈先生，您别生气，苏林在鉴定方面
才刚入门，初衷也是怕我打眼，您海涵。我要是能证明呢？小子，我倒要看看你能说出什么。你要能证明是假的，我给你100万。但你要证明不了，今后就给我滚出古玩行业。你要是能证明我的青铜鬼是假的，我白送给你。你要证明不了，那就当场给我跪下道歉。好说，那2位就看好了。辉二爷，你可知道这青铜鬼是用来做什么的？废话，这就是西周时期吃饭用的工具。这点常识你也考我？玩古玩的谁不知道？辉二爷既然知道这个，那想必自然知道这青铜鬼是一种礼器，是诸侯才有资格用的吧？你这不是废话吗？平民用的它也不值钱呀。那就对了，周朝等级森严，你觉得诸侯有资格用这9鼎8簋的青铜簋？而以这个尺寸来说，又够不上君王级别，如此不伦不类，不是假货又是什么？你说的对，是我看走眼了，忽略了文物的历史因素，我这就转账给你。那就多谢魏二爷赏识。到账100万元。小伙子，够有意思，年纪不大，懂得倒是不少。真的是假的？还好有你，不然我要是真买了，等我爷爷的寿宴上，说不定就闹出大笑话了。陈先生，现在请你立刻离开聚宝楼。等等，你该不会以为就结束了吧？别没事找事儿，我着急去找坑我的人。王八蛋敢卖我假货，我弄死他！这么着急走，是怕你做的事败露吗？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不装了？看你狠起来，连自己都骂，我以为你要继续装不知道呢。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小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听你的意思，难道这事情还有隐情？对，以魏二爷的见地和水平，这青铜鬼还不至于让他打眼，只能说这事从一开始就是局。二爷，你不要听这小子瞎说，我怎么敢给您做局呢？有没有？等警察来了，看一眼你的手机就清楚了。周总，报警。报警。警察办案。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就是一个骗局，是陈远山和他的同伙针对魏总和周总设的局。有劳警察同志了。带走。玩了一辈子的鹰，想不到让鹰啄了眼。周丫头，这次算是耽误你的事了。二爷言重了，你本来就是为了帮我，才会乱了分寸，被他们有了可乘之机。魏二爷，严格来说，你这也不算是打眼，还是捡了漏。哦，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证明这不是西周珍品，却从来没有说过这是赝品。哦，这件青铜簋其实是崇祯帝的手笔。这里还有落款，二爷和周总，用放大镜一看便知。竟然是真的！小子，你太牛逼了，这都被你鉴定出来了。这既然是崇祯帝的手笔，那这价值可就不可估量了，打底1500万。二爷过奖了，不过是恰好知道这个故事，看的时候多留心了一下。有洞察之眼和神之右手，这只是一个开始。烈焰鉴宝捡漏，要不了多久，苏林这个名字一定会响彻古玩界。苏林，既然这青铜簋是你鉴定出来的，那人也跟你打赌输给了你。这是1500万，你能不能把这青铜簋卖给我？这么多？这本就是你捡的漏，魏叔说值这么多，那就给你这么多。好，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这赚钱也太快了，一个捡漏就是1000多万，这洞察之眼大有可为。
如果运用起来，要不了多久，别人见我就得叫我一声苏总。恭喜宿主捡漏成功，获得身体强化1次。捡漏成功还能有奖励，现在我的身体素质怕是比专业的运动员都不差。看在你鉴定青铜鬼的份上，就原谅你这次。不过，你要是再胡思乱想的话，我绝对饶不了你。魏叔，我先把东西收起来了。好，走吧。哎，小子，你有老婆不要？小子，你有老婆不要？二爷，说笑了，我现在没有心思去想这些，我现在只想搞钱。以你的能力，想赚钱那是易如反掌，业力加成，爷们儿就该先搞钱。二爷说的对，就是这么个理。二爷说，周总处境并不太好，这话怎么说？周家家大业大，而且古玩玉行又是周家的支柱产业，自然有人不愿意看到梦妍把控着。虽然现在算是捞到了第一桶金，有了去外面一展拳脚的机会，不过周总平日里对我不错，现在他处境艰难，我还是先帮他一把吧。哎，好了，我也该走了。你小子好好努力，二爷我可看好你。哎，对了，听说你们店里的鉴定师最近和周家的周梦泽走得很近呀。哎呀，多谢二爷。驸马爷，金钱看端详。店里的鉴定师竟然和周家二少私通。店里的鉴定师竟然和周家二少私通，那他之前签的对赌协议，难道也有问题？我听周梦泽说，你们聚宝楼能修复我的玉簪。那是自然，我是聚宝楼的修复师，楚小姐这玉簪我可以修复好。好，那要是做不到呢？我可以跟楚小姐签对赌协议，如果我做不到，我们聚宝楼赔偿楚小姐1000万。哼，黄师傅，你怎么能这么冲动？这件事还是告诉周总吧。嗨，不用，我说能修复就能修复。也罢，就再帮周总一把，帮他解决这次麻烦，就当还来人情。王师傅，哎，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嗨，周少放心，前几日我已经跟楚家小姐签过协议了，如果玉簪修复不好，聚宝楼直接赔偿1000万。这倒是小事，重点是聚宝楼在他手里出了丑闻，即便是老爷子再中意他也得乖乖的把聚宝楼交出来。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楚家小姐的玉簪根本就没有修复的可能，别说是我，就算是高级修复师，他都做不到啊！等明日楚家的人上门要玉簪，周少，您就等着看好戏吧。哟，黄师傅。哟，楚小姐来了。让周梦妍出来吧，我来取我的玉簪。这位客人，我们周总不在，还请您出示下凭证，让黄师傅给您取东西。我没有凭证，但我和聚宝楼有协议，还是让周梦妍来处理吧。哎，楚小姐，来这么早，抓紧看茶。不用了，不用了，黄师傅，我就是来取我的玉簪的。这是我们的协议，如果你们不能修复我的玉簪，那聚宝楼今天就必须赔我1000万。哎，那是自然。楚小姐，玉簪我已经修好了，这就让他们马上去取。你去把楚小姐的玉簪给取来。好。哼，小子，那玉簪压根就没修复，你就做这个冤大头替我背锅吧。哎，这声音不对啊！我靠，想坑我！怪不得之前连房间都不让我进，还好我有神之右手在，可以自由修复。看我今天怎么让你作茧自缚！还没好吗？这都几分钟了。楚小姐，别急，我这就去看看。哎，黄师傅，玉簪。
来，楚小姐。不对，怎么了？苏林，你是不是动玉簪了？是啊。玉簪明明好好的，现在玉簪断开了，这都是你的原因，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不是好好的吗？这玉簪怎么被修复好了？难道是苏林这小子弄的？不过这样正好，这功劳就都是我的了。楚小姐，簪子给您修好了。没想到黄师傅还有这手法，怪不得敢跟我签对赌协议。没想到竟然能修复到这种程度。那是自然，这个是我花了1晚上的功夫帮楚小姐修复好的。这张卡里有20万，就当是黄师傅的辛苦费。能为楚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怎么会这样？系统，我能不能掌控修复程度？比如说，只修复好表面。可以，宿主可以使用技能神之右手，达到自己想要恢复的程度。修复成功，宿主选择修复表面，该玉簪不可触碰，触碰会立即断裂。这次我看你怎么圆。这就是你说的修复好了。现在我需要一个解释。这怎么可能？苏林，是不是你动了手脚？黄师傅，这是你自己说的呀。这玉簪是你自己修复的，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不可能，这玉簪子我根本就没有。哦，原来黄师傅根本就没有修复啊！黄师傅，你不是说这是你耗费心血修复好的吗？这就是你的心血。楚小姐，是我的错，我愿意履行协议上的约定，让聚宝楼赔偿1000万给您。小王八蛋，等着，等聚宝楼将你扫地出门，看我怎么收拾你。那就让周梦妍出来解决赔偿问题吧。我怎么不记得有什么赔偿？楚林雪，我怎么不记得我们之间有什么赔偿问题？我的玉簪既然你们不能修复，那按照协议，你们就要赔偿。协议？什么协议？你自己看。黄师傅，这协议是你签的？什么时候我们聚宝楼的修复师也有这么大的权利了，可以代表我们聚宝楼签对赌协议了？我这不也是为了聚宝楼能留下好生意吗？可能啊，我高估了自己的实力。我看周总还是想想怎么赔偿楚小姐吧。毕竟啊，这协议已经签了，要是聚宝楼做不到，砸的可是聚宝楼的招牌。周梦妍，我能来你聚宝楼，还是看在周梦泽的面子上，我可以给你一个面子，只要能将我的玉簪修复，这协议可以作废。修复不了的。别说是聚宝楼，就算是把江城顶级的修复师给找来，都不可能修复好的。黄师傅，我对你可不薄，你为什么这样？如果周总不愿意承认的话，聚宝楼的招牌就烂在你手里了。到时候我可丢不起那人，继续留在你这儿。完了，如果这件事不能解决，那聚宝楼的招牌真就砸在我手里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要修复好这个玉簪，协议就会作废？只要你能把这个玉簪修复好，协议可以作废。但是如果你修复不好的话，修复不好，我任你处置。哼。不愧是神之右手，这修复程度简直跟新的一样。苏林，我说你怎么什么都敢答应呢？你这次闯大祸了。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大呢？你连个玉器都分辨不清楚，你就敢上手修复？这件事情摆明了就是黄庆生在这吃里扒外，给咱们聚宝楼挖坑，你怎么还自己上套呢？周总，你这是在担心我吗？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嘴贫？要不是看在你刚才帮我的份上，你以为我会管你？这件事情你别管了，东西给我，我去解决。大不了聚宝楼再还给家里。
楚小姐，你真的相信那小子能修复好？他只是一个打杂的。闭嘴！楚小姐，你的玉簪已经修好了。你是认真的？吹什么牛？我一个修复师都不行，你一个打杂的怎么能修好？这个时候，你又说我是打杂的了？你竟然真的修好了，就是这样，和奶奶给我的时候一模一样。谢谢你。不用，我本就是聚宝楼的员工，修复也是我的工作，只希望楚小姐说话算话，把这份协议作废即可。你很不错，在这里做打杂的实在是屈才。哎，不劳楚小姐费心了，我们聚宝楼会给苏林安排位置的。哦，刚才给他的那20万，就当是你的辛苦费了。嘿，拿来吧你！给他的那20万，就当是你的辛苦费了。嘿，拿来吧你！黄师傅，还多亏了你，没有能力修复楚小姐的玉簪，不然我怎么可能拿到这20万呢？到底怎么做到的？玉簪已经断成那样，连高级修复师都修复不好，你是怎么做到的？想学啊？我教你啊！你，哼，瞎猫碰到死耗子。不过没用，我才是聚宝楼的鉴定师，你呀，依旧是一个打杂的。哎，现在你不是了。周总，你什么意思啊？黄师傅，你以为你挖这么大个坑给我，我看不出来吗？而且楚灵雪是周梦泽介绍过来的，你敢说你跟周梦泽没有关系吗？要不是苏林，那你这个计谋已经得逞了吧？那现在这个聚宝楼将易主了，那你这个计谋已经得逞了吧？那现在这个聚宝楼将易主了。这次算你运气好，有苏林这个打杂的帮了你。不过，一个聚宝阁没有鉴定师的话，我只要一走，古玩店看你还能撑多久？谁说没有呢？聚宝阁只是没了你，并不是没了能做事的。周总，我的能力你也见识过了。虽然我不准备继续留在聚宝阁打工了，但是我可以做珠宝楼的客户鉴定师，只要周总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忙。我知道聚宝楼留不住你，你有本事肯定会离开，只是让我没想到你还愿意帮我。那是自然，你以前也一直照顾我，我当然不能不管不顾。回去告诉你的主子，聚宝楼我来守。好，很好，你别后悔。这怎么办？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没事，古玩这一行靠的是眼力和手艺，只要有我在，他们尽管出招。没事，古玩这一行靠的是眼力和手艺，只要有我在，他们尽管出招。你的意思是说，我的计划都被苏林那个打杂的给破坏了？是啊，周少，本来好好的，周梦言，不管他认不认，都必须履行，不仅会赔钱，而且聚宝楼的口碑也会倒塌。没想到半路出来了一个苏林，敢坏我的事，那就让他付出代价。杜十方，正好，魏承谦的老家伙也来爱本少的眼，那就再给他们来一场大戏吧。拼多多纺织品价值5毛钱，现代工艺品价值1元。
上上周摊主6岁孙子撒尿或捏塑品，价值1元。我这么牛逼的能力，就看出来这么一堆玩意。嘿，这老登坏得很，他孙子撒尿捏的泥塑都敢拿出来喷人。唉，空有一身能力，想在这街边捡漏太难了呀。苏林，快来一趟赌石峰，魏叔遇到点麻烦。哦，好。魏二爷，我这边的原石开的价值已经超过1000万，而你那边前面3块都垮了，就剩这一块，你要还是切不出来，今天的对赌你可输了。你输了，不仅要支付1000万的原石钱，还要给我支付500万的对赌资金。怎么，魏二爷，现在连石都不敢开了吗？魏叔，切！等等，这块石头我们不要了。哪里来的小瘪三？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反正现在石头还没有切，我们完全可以换。苏林，你来了，你对赌石了解吗？不了解，不过我可以试一试。那就交给你了。苏林，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不然魏叔一生的积攒全都要化为乌有了。苏林，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不然魏叔一生的积攒全都要化为乌有了。苏林，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不然魏叔一生的积攒全都要化为乌有了。放心吧，我的运气啊，一向很好。一刀穷，一刀富，一刀穿麻布。这个小兄弟说的对，咱们这行啊，赌的就是个运气。既然魏二爷让你替他选，那就开始吧。一刀天堂，一刀地狱，这一句话不知道让多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不过我来了，你就等着哭吧。苏林，你该不会是想从这里挑选原石吧？我觉得从这里挑选原石也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不行，这里是废料区，是多少年来没有人要的废料积攒出来的。就在这里，如果能从这里挖出极品原石的话，那不就赚翻了吗？苏林，不是我不相信你，而是关系到魏叔，不能冒险。没问题的，相信我。我相信他，我魏老二不会看错人。系统开启侦查之眼。玻璃种翡翠价值2000万。捡到了，只是原石这么贵，这要是做成工艺品，价值恐怕能翻倍。啊，还有货！啊，还有货！这就是你挑选的原石啊！放心，这里面随便一块都能碾压他们的石头。小伙子，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从废料区挑出来的几块石头，还敢说碾压我开出来的石头？你真是个好人，亲手把魏二爷送上绝路。看在你这么帮我的份上，这几块废料我就送你了。啊，是吗？那可真是太谢谢你了。废料我还送得起的。来，老板，切吧。老板，你可看好了，这些石头价值多少钱？这是玻璃种，浪费时间。就算你这几块都切开了，几块加起来也不值1块钱。万一呢？我的运气可是一直都很好，到时候你不要后悔就行。就算开出来天价，老子也不可能后悔。少说废话，快切！哈哈，赢了赢了！哈哈哈哈，小苏，你可真是我的福星啊！一块废料竟然开出了玻璃种。苏林，你也太厉害了！太不可思议了！废料区里竟然开出了玻璃种，看这成色，价值起码得过1000万，1000万都不止，这最起码价值2000万。太不可思议了！废料区里竟然开出了玻璃种，看这成色，价值起码得过1000万，1000万都不止，这最起码价值2000万。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废料区里怎么可能开出来天价翡翠？
我就说吧，我运气一直很好。老板啊，真是大气，这么好的料子，直接就送给我们了。东西留下，人给我滚！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说是你的才是你的，你才能拿走。我说不是，你连个毛都拿不走。这么说，老板是打算不认账了？你第一天在古玩结婚啊，跟我刘老三算账。刘老三，你在我面前说横，你想坏了古玩界的规矩？哼，魏二爷，规矩哪有钱重要？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玻璃种，想拿走，门儿都没有。这刘老三可不是个善茬，就是靠着一股狠劲儿在古玩界立足。要是真的耍起横来，这小子只能吃下哑巴亏了。换谁面对5000万的玻璃种，也不可能拱手送人啊！现在还跟我讲规矩吗？既然你不想跟我讲古玩界的规矩，那我就给你讲讲我的规矩。哼，刘老板，现在这些东西我能带走吗？都带走，都带走。自讨苦吃，看在你这么配合的份上，让你看个明白。春彩紫罗兰，三彩翡翠，真是瞎了我的狗眼！3块废料竟然开出来天价极品，就这么被我给送人了，我可真是个……奇了，我魏老二在古玩界混了半辈子，第一次遇到这么神奇的事。运气好的人我见得多了，像你这么逆天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运气好而已，一块是运气好，但你一下子开出3块极品原石，加工之后价值过亿，绝对不可能是运气。苏林，我越来越想了解你了。恭喜宿主捡漏成功，最高价值1亿2000万，奖励宿主获得楚家拍卖场30%的股份。那个号称江湖上最牛的拍卖行，100亿估值的拍卖行，我就这么成为股东了。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这些玉石卖出去，才是最重要的。我听说楚家的拍卖场明日会有一场拍卖会，你可以去那里试试。好。我听说楚家的拍卖场明日会有一场拍卖会，你可以去那里试试。好。楚家的拍卖场是江城最大的拍卖场，在这里没人敢捣乱。你那3块原石绝对能拍出一个天价。其实你要是开口，我可以把原石放在周家的玉器店里。这是你自己的本事拿到的东西，我不会让你受委屈。至于周家，消息我已经传递过去，这么极品的原石，周梦泽是不可能放弃的。这样最好。之前他还算计你，这次啊，就让他出血。有些人啊，真是吃里扒外，花着家里的钱，还想坑着家里。周梦言，爷爷把聚宝楼给你，你就是这么对爷爷的吗？既然是你的人拍出来的原石，那你就应该把原石交给家里，凭什么拿到拍卖场？这本来就是苏林的东西，他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关你屁事。你们想要花钱买就是，关你屁事。你们想要花钱买就是。听说梦妍身边出了个天才，狗屎运不错，不知道今天敢不敢比一比苏林聚宝楼打砸的，鉴别了一个西周青铜鬼赝品，修复了楚家小姐的玉簪，还靠3块废料开出了极品玉石。周梦泽，你要做什么？这么快就护上了？不过可惜他一个泥腿子，不过是有点狗屎运而已，上不了台面，连周家的大门都进不去。爷爷知道你把原石拿来拍卖，他很生气。原石是苏林自己开出来的，他怎么处理是他的事。重要吗？是不是他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爷爷认为这应该是周家的。别以为自己走了点狗屎运就能帮到周梦妍了，跟我为敌
想好是什么后果了吗？如果周少手下都像黄庆生和刘了三那种货色的话，这个后果我倒是期待的很。这种送财童子，我巴不得天天遇到。这种送财童子，我巴不得天天遇到。好，好样的！你觉得你很厉害是吧？那今天敢不敢跟我比一比，看咱们谁拍卖下来的东西更物有所值？好啊，求之不得。差点忘了这一茬，拍卖场上是捡漏的好机会。不知周少想怎么比？很简单，如果你拍下的产品价值不如我，那3块极品原石就是我的。合理。那要是你的拍品不如我呢？不如你？我敢跟你提出赌约，你会以为我没准备吗？不可能啊！怎么了？这4人，其中3个都是江朝赫赫有名的大师。黄庆生就不说了，他对玉器很有研究。另外2人，一个名为周少卿，是丹青书画方面的大师；另一人名为王有成，对瓷器极为擅长。至于这最后一人吗？我不认识。没关系，他应该和陈远山有关系。小子，送我弟弟进去这笔账，今天我要跟你好好算算。哼！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我会好好收拾你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还不明显吗？这4个人是我找来的高手，今天我就是要把这小子按死在地上。没了他，我看看堂姐的聚宝楼还怎么守。那也得等你赢了再说。我还是那句话，要是你不如我赚得多呢？那我就把我手中的周氏宝珠给你。可以。那我就先谢过周少慷慨了。苏林，怎么办？他这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针对你。苏林，怎么办？他这是有备而来，就是为了针对你。放心，他们4个在我面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不要安慰我了，整个江城的古玩界，他们都能说得上是顶级，去哪里都被奉为座上宾。你交给我就行了，有我在，他们翻不起风了。好吧，那待会儿你看上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帮你拍。周梦妍这个贱人，他的好运到头了，爷爷已经对他失望了。等你这次把原石带回去，他就会被我们逐出家门。下面的拍品是正德年间的川花龙纹盘，起拍价50万。100万。88号客人开价100万，请问还有没有加价的？怎么，这才刚开始你就怂了？系统启动，洞察之眼。洞察之眼已启动。正德千花春花龙纹盘，手法超绝，堪称精品，价值200万。这青花是真品，前些年也拍过同品，价格对于懂行的来说都不是秘密，没什么漏能捡的。不过恶心一下他们也好。200万。跟我抢250万。哼，跟我斗，你有这个实力吗？那的确没有。恭喜你，这200万的青花是你的了。他说的不错，这龙纹盘价值也就在200万左右。废物，你怎么不早说？哼，50万而已，我亏得起，这才刚开始。接下来拍卖的物品是民国书法家王庆之的书法遗作，起拍价25万，每次加价不低于5万。能入手吗？
我倒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但据我了解，他也只会点书法，算不上大家。这书法最多值5000块。这种垃圾只有才会。20万，我买了。没想到还真有卖这种垃圾货色。王庆之的确有其人，但名不见经传，只有在江浙地区留名，价值说破天也就几千块。就你这种愣头青也敢碰古玩，可笑。民国作品价值2000元，夹层中藏有其祖上王羲之作品，价值2000万。什么叫做专业？这个就叫专业。是你什么江城名流丹青大师，在系统面前都是渣渣。你再牛逼，你也想不到这里面还有夹层吧？苏林，你不要冲动，这人也不是什么出名的人物，这作品的价值不高。我知道。你知道你还买？后面你就知道了。我知道。你知道你还买？后面你就知道了。还以为多大本事，一幅画就让你露馅了。哼，几千块的东西能让你花20万？既然你这么想要，那我就陪你玩玩。25万！刚才坑我，现在我就看你还敢不敢加价。左右不过几十万，本少亏得起。88号客人出价25万，这位先生是否继续加价？苏林，他在激将你，你千万不要上当。30万！苏林，你疯了！我都说了他在故意激你，你怎么还继续？因为他值。说得好，对，你喜欢他就值。50万！怎么不敢了？这条疯狗，这是想坑我呀！既然周少爷这么喜欢，那我就成全周少。55万！既然周少爷这么喜欢，那我就成全周少。55万！我再来一首，周少爷一定相信这幅字值60万吧？60万？他在我眼中6000块都不值。既然你这么喜欢，那就让给你吧。还真有花几十万买一张几千块的废纸。周梦言，现在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啊。这种垃圾他都抢着买，聚宝楼有他在，早晚倒闭。你还是聪明点儿，自己交出来吧。你就这么确定我买的不值钱？就这破玩意儿，狗都不要，也就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才会当成宝贝。是吗，周少？那我就请周少好好看看，你眼中狗都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吗，周少？那我就请周少好好看看，你眼中狗都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系统启动神之右手。神之右手施展成功，四化夹层已分离。给我找一把美工刀。给他。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有魄力，隐藏得这么好。这个等会再说，我先解决了这里的问题。周少，不如来猜猜，这夹层的里面藏的东西值不值钱？不可能，这字画中间怎么可能会有夹层？现在这拍卖品已经属于苏林，你们看着就好。之前的字画的确不值钱，但这一幅价值2000万。去，把我们拍卖行的鉴定师叫来。楚总，
这是王羲之的真迹，价值绝对在2000万以上。这样完美的作品，现实已经不多了，说是价值连城也不为过。还是个懂货的。恭喜宿主捡漏成功，奖励江城矿区第1金矿山一座，专业经理人已经在处理手续，宿主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系。真的就这一个金矿，这直接去淘金，岂不是分分钟上天？现在看来，周梦泽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了。周少，怎么不笑了？是不喜欢吗？周少，这我也不知道，里面有夹层啊！周少，再给我一次机会！废物东西，要不是你，老子能亏这么多钱。既然已经老眼昏花了，那这一双眼睛就别要了，滚！周少，不要啊！你饶了我吧！老子能亏这么多钱，既然已经老眼昏花了，那这一双眼睛就别要了，滚！周少，不要啊！你饶了我吧！周少，你饶了我吧，周少！你别得意，拍卖才刚开始，后面我有的是方法整死你。本次拍卖的是西周的青铜吕居尊，售价10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苏黎，你好厉害，一下子就看出了那字画的非同一般。咱们现在既然已经抢占了先机，50万赚回来了2000万，基本上稳了。这次就不要再冒险。系统开启洞察之眼。鉴定完毕，此物品为上周出土的仿品，价值3块5毛8。你怎么了？只是觉得你说的对，这次我们就不冒险了，看我怎么坑你。只是觉得你说的对，这次我们就不冒险了，看我怎么坑你。周少，我可以肯定，这绝对是真品。你确定这种物品开拍就是1000万，容不得一点马虎？周少，你放心，我绝对可以保证这东西是真的，市场价在5000万以上。真的？这是我亲自下的墓。要不是我弟弟因为这小子出事，我也不会拿出来拍卖。我只求搞死这小子。1000万！看这样子，这老家伙也是打了眼。既然这样，也不要怪我坑你们了。1500万！不自量力，就你也敢跟我抢？2000万！怎么不跟了？跳得这么厉害，我还以为你多有种呢。88号客人出价2000万，这位先生，你还要不要继续？88号客人出价2000万，这位先生，你还要不要继续？算了，既然他那么喜欢，那就让给他吧。朱梦妍，你想替他出头啊？你也不行。你别冲动，其实那玩意是假的，我故意坑他的。你这么肯定是假的？当然，虽然做旧的人很厉害，但这玩意就是假的。这一次周梦泽怕是要血本无归了。恭喜88号客人周梦泽先生拍下青铜李居尊。苏林，看来你前面都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了。知道这李居尊是什么吗？这可是西周的文物，价值最少5000万。你前面侥幸捡个漏，现在你就是被我碾压的时刻。如果这是真的，价值的确在5000万以上，但你就这么能确定是真品吗？本少当然能确定，这可是陈大师亲自鉴定的，不可能有错。哦，就是被我送进去的那个陈远山的哥哥。你小子，我记得你。哼，
等你和周少这次对赌失败以后，我要你知道挑衅我的后果是什么。那也得等你们赢了再说。不过可惜，给你们机会也不中用啊。花2000多万买一个上周出土的赝品，怎么，也值得炫耀吗？你在胡言乱语什么？这怎么可能是假的？你小子，该不会是因为没有买到手，就开始胡搅蛮缠吧？我说了，这是一个上周出土的玩意儿，应该是有些二傻子被人算计了，跑下边挖出来一个假货。虽然这做旧手法很专业，但依旧改变不了这是个假货。上周有人买过一个同款，价格是3块9毛8。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快告诉我，这是真的！这东西怎么可能是假的？这明明是我上周刚挖出来的。是1周前从土里取出来的吗？没错，是我收的，我从别人的手里买过来的。那说明比想象中的还要蠢。这东西是1个月前被人埋进去，1个礼拜之前出土的，活生生一个工艺品，连这么基础的东西你都看不出来，还害周少血亏2000万。不可能，这东西不可能是假的。请人来鉴定。这是个现代工艺品，其价值不超过5元。这做旧的手法能力，真是一个天才。如果不是带着鉴定假货的心态去找问题，我甚至都会打眼。如果不是带着鉴定假货的心态去找问题，我甚至都会打眼。该说不说，咱们周大少的运气还真是没边了，这都能让你给碰上。不过这也不怪你，谁让你身边的高手不识货？你假的？周少，周少，你给我个机会，我真不知道东西是假的。周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废物！他不是惦记他弟弟吗？那就把他也给送进去，让他们2兄弟团聚。周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真不知道东西是假的。周少，周梦泽，小畜生，我弟弟要是有什么事，你的命都不够赔。那是他自己眼拙打了眼，能怪得了谁？现在你们拍下的几样东西亏了2000多万，而苏林赚了2000多万。如果你们输了，周氏珠宝可就是苏林的了。爷爷要是知道，如果你们输了，周氏珠宝可就是苏林的了。爷爷要是知道，不，我没输，我还没有输，拍卖还在继续，我不会输的。接下来我们要拍卖的2块原石，1号原石起拍价10万，上不封顶；2号原石起拍价10块，上不封顶。周少，这1号原石一定要拍下来啊！他是电视上最近极其出名的石王，有人出5000万想留下他，没想到他竟然出现在拍卖场。这东西值5000万，那不是说比苏林之前开出来的3块还要值钱？5000万不是保守，随便开出来的不是帝王绿，5000万也稳赚不赔。如果开出帝王绿，那将是无敌。你说的是真的？这真能开出帝王绿？根据我的判断，绝对没错。要是能拿下这块原石，我就反败为胜了。到时候，我要你跪下来求我，5000万！我要你跪下来求我，5000万！他疯了，开口就叫5000万。他没疯，
这件拍品是滇省的石王，表面上就能看出翠绿，开出帝王绿的可能性很大，但同样也有风险。石王，怪不得他能这么疯狂。系统，开启洞察之眼。表面覆盖一层帝王绿种丝的废料，价值1元。这是要把周梦泽给往死里推吗？黄庆生啊，黄庆生，这一次你这么坑周梦泽，下场肯定惨不忍睹。苏林，这原石真的值这么多钱吗？表面上看是的，怎么看都是帝王绿的品相。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周梦泽拿到手，不然咱们真就输了。千万不要冲动，那原石可不能碰。你不是说这是帝王绿的品相吗？我说的是表面。你的意思，这是假的？周梦泽他太想赢了，已经失去了理智。这一件拍品之后，他就完了。周梦泽他太想赢了，已经失去了理智。这一件拍品之后，他就完了。多少玉石专家都不敢定论，你就这么确定这个是假的？我给那些专家的建议就是没事不要瞎建议。现在很多人都被那些所谓的专家给坑的，譬如这位周少，就是最好的例子。什么专家能比得过我洞察之眼吗？诸位，这块原石我周梦泽要定了，有人要跟我抢吗？这块原石我势在必得，现在只管开价。能让周少开出5000万天价，看来这石头里真有货。是啊，可惜了，这个价格远超我们的承受范围啊。你要是敢出价，本少就敢奉陪。周少既然这么想要，他就给你好了。来自魔谷的红宝石，中心约有大约100克拉的红宝石，价值3亿。10块换3亿，这是顶级捡漏啊，必须拿下。这块我要了。怎么？10块换3亿，这是顶级捡漏啊，必须拿下。这块我要了。怎么？你还想用你手中10块钱的东西来跟我这5000万的原石碰一碰？或许呢。万一你花大价钱买到了一块废料呢？不可能！我以我从业20年的信誉担保，周少的这块原石绝对有料。小子，侥幸找到几块原石就无法无天了。等会儿现场开石，别亮瞎你的狗眼。现场开石。好啊，反正现在拍卖已经差不多了，我也想看看你们口中的石王到底能开出什么东西。周少应该怎么切？不用这么麻烦，直接从中间切开，正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石王。你能别哗众取宠了吗？就这么一块巴掌大的废石头，你还想开出极品不成？装模作样演给谁看？等我切出极品帝王绿，看你还怎么装！切！等我切出极品帝王绿，看你还怎么装！切！废石！废石，竟然是废石！真叫那小子说中了。 5000万开出一块废料，我看这周总啊也得吐血。这是废石！花5000万买了一块废石！孟泽，你没事吧？你和老子说这是石王，能开出帝王绿？老子5000万拍下来，就开出了一块废料！王八蛋！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解释，我要你死！ 小子，你不是很牛吗？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你想怎么赌啊？好，我就跟你赌身价，
我这一辈子有无数珍藏，其价值已经过亿。如果我输了，全部给你。你这个东西要是开不出来，你就把之前所拍的东西，包括之前的3块原石，全部给周少。苏林，你敢不敢？苏林，你敢不敢？黄庆生，你在这发什么癫？明眼人都知道，苏林买的那一块石头就是在逗你呢。你让苏林用1块10块钱的料子跟你赌身价，想钱想疯了。把他给我丢出去！等等，这个赌约我接了。这些就是我的全部身家，请楚总做公证。如果我输了，全部都归苏林。我也一样，我要是输了，这些东西都给他。苏林，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们明明已经输了，即便是后面还有东西，周梦泽也是有心无力了。你怎么还给他们制造机会呢？之前黄师傅那么害你，我怎么可能放过他？既然他上赶着找死，我就成全他。这10块钱的废料，他还想开出什么极品不成？唉，我看就是在浪费时间。苏林，何必浪费时间啊？不错，别浪费时间了，你输定了。装模作样，还真以为是个专家呢，穿的倒挺像那么回事啊。怎么不继续了？是怕继续下去大冒没了？楚总，宣布结果吧。别担心。着急什么？苏林，你怎么说？下面自然是要揭露结果，你去吹一口。吹？故弄玄虚啊！难道周梦妍吹一口还能给你吹出帝王绿啊？帝王绿是不可能了，不过鸽血红倒是有1块。什么？鸽血红？你是疯了吧？你知道鸽血红有多抢手吗？你说开就开了。不错，苏林，都到这个时候了，别垂死挣扎了，认输有那么难吗？别垂死挣扎了，认输有那么难吗？鸽血红，这是鸽血红，10块钱开出了鸽血红，这个价格上亿都不止。唉，怎么不是我开的呢？苏林，这真的是红宝石？当然，而且还是来自魔谷的顶级鸽血红，价值不菲。现在可以宣布结果了吧？这种品质、这种规格的红宝石，价值就不用我说了吧？如果黄师傅有疑问，可以自己去看吧。真的，这竟然是真的！这怎么可能？这种料子怎么能开出这样的好东西？既然没有疑问，那你们之间的对赌就是苏林胜了。这是黄庆生的全部家当，现在归你了。哼，黄师傅，当初在聚宝楼颐指气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今天呢？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这辈子的积蓄，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这辈子的积蓄。周少，看你这样子，应该也没钱再拍东西了吧？那咱们之间的赌约，是不是也应该兑现一下了？苏林，赌约我敢给，你敢要吗？你就不怕我们周家的报复吗？苏林，要不就算了吧，爷不会同意的。如果真的把玉石产业拿过来，我怕周家会迁怒于你。苏林，要是真把周梦泽逼急了，我怕他会对你做出不利的事情。愿赌服输，既然是赌约，那就必须履行。何况
苏林是我们楚氏拍卖行的股东，他的账也不是谁想赖就能赖掉的。周少，我说的对吗？你说什么？你说苏林是你们楚氏拍卖行的股东？你说什么？你说苏林是你们楚氏拍卖行的股东？就在昨天，苏林已成为我们楚氏集团的第2大股东。你藏得好深！我从未隐瞒过什么，只是你先入为主的以为罢了。至于周大少空手相送的产业，还请尽快处理。想要我的产业？好啊，那就让周梦言回家亲口跟我爷爷讲吧。还真是个麻烦事。苏林，先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就成为楚氏拍卖行的股东了？当然是系统给的了，不过我不能说给你们听罢了。是我看中了苏林的能力，让他成为我们楚家拍卖行的修复师和鉴定师，并赠予了他30%的股份。有什么问题吗？让他成为我们楚家拍卖行的修复师和鉴定师，并赠予了他30%的股份。有什么问题吗？系统这么贴心的吗？连奖励来源都给合理化了。不过这样也好，靠着楚氏拍卖行，以后能接触到的东西更多，潜漏的机会自然也就越大。你不愿留在我聚宝楼，就是为了来这里？别听他瞎说，我只是闲着没事，收购了一些人的股份，才成为了股东的。你身为股东，鉴定和修复，你该不会不做吧？那不用，这点事交给我就行。恭喜宿主捡漏成功，10块钱捡漏上亿，外加赌注收获价值1亿资产，收获巨大。现奖励宿主古道一传承，洞察之眼可观病灶，神之右手可修复病灶。洞察之眼可观病灶，神之右手可修复病灶。怎么奖励越来越奇怪了？这是要让我往中医上吗？难道中医也能捡漏？感觉我这右手越来越奇怪了，从修复古斗到修复病灶，以后该不会无所不能吧？只是中医也能捡漏吗？小姐，赵家登门了。这次他们带了极品山参，正是治疗老爷子所需要的一味药。治病山参，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嘿嘿，刘叔叔，不用着急，等凌雪回来答应了和我的婚事，这山参我自然双手奉上。你放心，凌雪呀，最在意老爷子了，他一定不会拒绝的。苏林，你敢打我，我弄死你！楚家的门槛现在都这么低了吗？你一个小舔狗，都有资格来楚家了。可真是奇了怪了，怎么到哪都能碰见你这个哼，不过也好，今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我说苏林，你不会是追着我来到这儿的吧？怎么了？你还想当我舔狗？你哪个眼睛看见我追你，追到现在啊？鹏哥，你看他，才几天没见，你小子就这么狂了吗？够了！你当这是你赵家吗？敢对我的客人这么冲撞？他就是一个臭打杂的，怎么可能是你楚家的客人？是啊，楚小姐，他就是我的一个小舔狗，无父无母的孤儿，他怎么配跟你做朋友啊？一口一个打杂，一口一个舔狗，你们又是什么东西啊？一个男小三儿，很得意吗？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可得意的。遇见赵鹏这么一个废物，有什么好得意的？苏林这么好的男人，你不要，我要。哎，你堂堂周家小姐，怎么会看上这个废物？再说一次，苏林是我的贵客。再说一次，
苏林是我的贵客，如果你管不好你的嘴，我就来让你闭嘴。就是一个废物，有什么值得你们两个这么维护他的？尤其是你，马上就是我大哥赵宇的人了，还在维护他这个废物。你是不想救你爷爷的命了吧？啊？哎，楚小姐，其实治病救人，我也略懂一二。你说真的？嗯。谁在大言不惭？这江城谁不知道楚老爷子是气血衰败，除了天才地宝才能医救，药石难医啊！你该不会是听说能给楚老爷子治病就可以和楚凌雪小姐联姻，才厚颜无耻的来碰瓷吧？我说你怎么有资格进楚家大门？原来是这样啊！看不出来啊，你小子心思蛮重的。是啊，嫂子，你可别被这小天狗给骗了，他哪会什么治病救人啊？凌雪啊，我看你也是被这个小子给蒙骗了。凌雪啊，我看你也是被这个小子给蒙骗了，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滚！洞察之眼启动成功，鉴定对象赵宇，鉴定症状为重度肾虚，别人一动不动他就已经开枪了，诊断病症为艾滋初期，2个月前感染。这就是治他病灶啊！有这手段，以后发财的路子更多了。没想到系统这么给力，你肾虚成这个样子，哎呀，还说我上不了台面。你放说谁肾虚呢？小子，你算什么东西啊？信口雌黄！你当你是神医啊？看一眼就能诊断？哼，你的虚已经写在脸上了，还需要什么神医？不过我倒是看出来一些别的东西。哼，不知所谓。要你能看出什么？洞察之眼启动成功，诊断对象为芒珊珊，孕妇怀孕35天，艾滋病患者，1个半月前感染。你看我干什么呀？神经病！我有没有神经病不知道，但你有脏病是真的。而且好巧不巧，你感染了1个月，他感染2个月。难道真是兄弟连心？难道真是兄弟连心？你胡说八道什么？再给老子乱说，我就废了你！苏林，你不要乱说。赵家虽然在江城一般，但我现在还有求于他。楚小姐，我可没有瞎说。洞察之眼启动，鉴定对象李雪，21岁，未经人事，有痛经症状。昨晚没想到堂堂楚家大小姐竟然还未经人事。你这么看我什么意思？楚小姐，你今年21岁，未经人事，而且有痛经的症状。昨天晚上是你经期的第2天，你痛到3点才睡。楚小姐，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没想到你们兄弟玩的这么花。林雪，你怎么能听这个废物瞎说呢？他就是聚宝楼一个打杂的，他的话绝对不能信啊！是啊，楚小姐，苏林我还不了解，他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他的话你可不能信。你可以不信我，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难道你就没感觉到身体不适吗？难道他说的是真的？1个月以前我就感觉不对劲，难道我真的被赵月给传染了？难道他说的是真的？1个月以前我就感觉不对劲，难道我真的被赵月给传染了？不是，你看我哥是什么意思？干什么？难道你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毛珊珊，什么表情？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了？怎么可能呢，鹏哥，你怎么能听苏林的话就怀疑我？是啊，阿鹏，我可是你哥，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再说了，珊珊还是我介绍给你的，我要真有什么，还能有你什么事啊？也是，你该不会以为胡乱说几句就能挑拨我们的关系吧？老子可没那么傻逼。洞察
之眼启动，鉴定对象赵鹏，22岁，患有急性心脏病，并于1分钟后发病，艾滋初期，感染时间1个月。你们关系不用我挑拨，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你什么意思啊？碎，你到底什么意思呀？阿鹏，你不用害怕，故弄玄虚，浪费时间。不是苏林，这么久不见，你还学会装神弄鬼了？哼！嘿，装模作样的，差点没吓死老子，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唉，现在有了。唉，现在有了。你到底做了什么？苏林，你这是怎么做到的？他突然发病，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病，跟我可没有关系。你想干什么你？当然是治病。神之右手使用成功，缓解病患痛苦3天，3天后赵鹏会再次发作。不用谢我，我还要感谢你解救我，要不是你，现在染上病的就是我了。现在救你，就当是还了你的情分。不过我的手法只能缓解，3天后你还会发病，你还是去医院吧。你怎么会帮他呀？帮他，我还没那么大度，我不过是证明我的医术而已，这样我之前的话他才会相信。这么说，你之前说的都是真的啊？感谢他个废物！真以为随便比划几下就能治病了？你当你是绝世神医？放屁！吓死我了，阿鹏！我还以为你要听这个废物的话。哎呀，怎么可能？吓死我了，阿鹏！我还以为你要听这个废物的话。哎呀，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就他这下三滥的手段，还想糊弄我？觉得我傻吗？哼，别丢人现眼了，楚家可不是你待的地方，赶紧滚！我操，这嘴是真硬啊！怎么没话说了吗？没话说就赶紧滚！楚叔叔，你也不想我们现在谈的是有这种下流的货色在场吧？小雨说的没错，跳梁小丑，我们楚家可不是你能登门的，自己滚！爸，你说什么呢？苏林是我的客人。够了，什么客人？你可是我楚家的人，我们楚家的客人那可是非富即贵，可不是什么小人物都能登门的。不错，凌雪，刚才闹剧你也看到了，别被他给蒙蔽了。不错，凌雪，刚才闹剧你也看到了，别被他给蒙蔽了。我相信苏林，我相信苏林刚才说的话。赵少，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早检查早治疗。楚叔叔，这也是你的意思？小雨，你先别着急，这件事我来处理。你胡闹够了没？什么人你都往家里带？你可知道今天小雨是带着珊珊来救你爷爷的？伯父，我对于珊珊正好也有点研究，正好也想看一下赵公子的百年珊珊到底是什么样子。杜林，你什么时候对人参还有研究？难道你还能辨别中药啊？那是自然，玩古玩靠的就是双眼。还辨别真假？既然你这么不知死活，我就给你个机会，让你见见世面。7两为参，8两为宝，这一株百年山参，最起码在1斤以上，其价值远超1000万。最重要的是，有价无市，即便你有钱也买不到。
这种规格的山参，也称得上天才地宝，不是有钱就买得到。即便是我们赵家，也是浪费了一个天大的人情，才从一个老中医手里学来的。来，我给你个机会，这百年人参摆在这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江城西郊人工基地出土，生长周期3个月，科技与狠活拉满，实质百害无一利。我以为他只是谋财，原来还想害命。哎呀，有救了，小雨，这次多亏了你。你放心，只要你把这山参送给我们楚家，那你和林雪联姻就可以提上日程了。楚叔叔，这是哪里话？这人参既然送过来，自然是我对凌雪妹妹的喜欢。如果真能和凌雪联姻，咱们赵家就把我们的矿区也给楚家来开采，就当聘礼了。哎呀，小雨，你说的都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了，谁让我这么喜欢凌雪妹妹呢？这当然是真的了，谁让我这么喜欢凌雪妹妹呢？一座矿区又算得了什么？哼，你笑什么？你敢说是假的？算你识趣。这野山参，这玩意连假货都算不上，即便是假人参，起码也是人参。你这玩意狗都不吃。混账！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胡说，你这玩意差点就把西郊玉参基地的字样给写在盒子上了。更重要的是，你这玩意还用科技狠活加工过，满满的化学添加剂啊！这玩意3个月的生长周期，用了很多添加剂，正常人吃这玩意都能吃出毛病。你这是想要楚家老爷的命吗？楚叔叔，你不要听那小子胡说，我怎么可能做这种傻事儿啊？事关老爷子的健康，我会调查清楚的。好。在我们楚家放出爷爷病重的消息之后，赵宇就曾去过西郊。你们赵家胆子不小啊，碰瓷都敢碰到我们楚家身上来了，还想用这么一株这么廉价的野山参当做聘礼？我楚凌雪这么廉价吗？赵家找死！混蛋，你坏了我好事，这仇我记住了。楚山，你也不要虚张声势。你们楚家虽然势大，但已经不是当年。别忘了，你们楚家现在的矿区已经成为废矿区了，想要发展只能依靠我们赵家。你们楚家的产业主要是靠金矿的开采和加工，但现在你们的金矿已经枯竭了，如果想继续发展，只有和我们赵家合作一条路。所以即便没有人参，你楚家敢跟我翻脸吗？哼，这就对了。既然你们不敢翻脸，那只能好好合作。哼，这就对了。既然你们不敢翻脸，那只能好好合作。我们两家联姻，我们赵家的矿区都给你们开采，你们楚家还能继续安稳下去。不过当然，这矿区依然是聘礼。哼，现在整个江城谁不知道你们所在的矿区出现了问题？如果半个月你们还没有原料到的话，你们的产业将会全面停产。识趣的就和我赵家联姻，这样你们楚家才能继续坐稳江城豪门的位置。你们休想！没有你赵家，我就不信我们楚家还能一蹶不振了。这话你还真说对了，江城的矿区只有3座，除了我们赵家，没有人能帮你。
整个江城只有3座金矿，除了一个无主的第1矿区，只剩下我和你们楚家。但是你们楚家的矿区已经废了，所以你们只能靠我们赵家了。矿区如果没记错的话，之前系统好像奖励了我1座矿区。是不是只要有矿区就能解决你们楚家的困境？苏林，你装什么？难道你真的有新的矿区不成？我不能有矿区吗？啊？苏玲啊，我跟你在一起5年，你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吗？你不可能有矿区。小子，不要逞了一时之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整个江城只有3座矿区，我还从未听说过姓苏的。你也说了，江城有3座矿区，除了赵家和楚家，难道另一家就不能是苏家的吗？苏林，此事事关重大，甚至关系到楚家的生死存亡。你……哎呀，就是关系重大，我现在才要说出来。总不能看着楚小姐嫁给一个染了艾滋的烂人吧？你之前不是说过，江城除了你们赵家和楚家的矿区，还有1座无主的金矿吗？现在我告诉你，那座矿区有主了，姓苏，苏林的苏。苏林，你说的是真的？当然。爸，我们有救了。爸，我们有救了。苏林，你说的是真的？当然，反正那玩意我也没什么经验，当然是要交给肯专业的人来开发。不可能！第1矿区多年都没人敢染指，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哼，笑话！第1矿区属于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没透露一点风声？你空口白牙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喂，我是苏林，手续给我送到楚家。你想要证明，那我就证明给你看。很快就会有人来送手续。苏先生，这就是第1矿区的手续，以后您就是第1矿区的矿主。不可能，这不可能！第1矿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我们赵家找了多少关系都没有拿下来，你凭什么能拿下来？因为你们赵家不够格。苏少，这个我能看看吗？请。哎呀，真的，这是真的！苏少，原来你是第1矿区的矿主。我们苏家有救了。苏林，我还是太小瞧你了，不仅收购了我们拍卖行的股份，现在更是拿下了第1矿。看来我们楚家以后要仰仗你了。有我在，要不了多久，你们楚家很快就会更进一步。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哼，现在带着你的假人参给我滚出楚家！好，苏林，你今天敢坏我的大事，我不会放过你的。走。假人参不带走啊？苏林，就这么放他们走吗？等3天后赵鹏在发病的时候，才是他们绝望的开始。何必跟他们浪费时间？这么说，你真的懂医术？还请救救我家老爷子吧。好吧。病得这么严重，怪不得需要极品人参才能救治。洞察之眼开启，限定成功，楚家老爷子自然衰老。
已经接近油尽灯枯，药石难医。苏黎，你也没有办法了吗？老爷子，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病，还是自然衰老。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减少一些他的痛苦，让他能无病无痛走过最后这一段时光。这已经够了。我知道，以我父亲这个年龄来说，已经算是高寿了。我之所以便求天才地宝，那也是不想让老爷子这么痛苦啊。那就好说，我现在就出手，为老爷子医治。有劳了。神之右手使用成功，已开始修复患者内脏。修复成功，患者内脏焕发生机，未来3个月内不会被病痛折磨，3个月后自然死亡。老朽多谢苏先生救命之恩。老先生客气，我呢也只不过是帮忙少些痛苦，并没有做什么实际上的帮助。已经足够了。这些日子如果躺在床上，对我来说生不如死。对了，苏先生，听凌雪说你对于古董文玩有深厚的见地，只需一眼便知真假。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的神人。如此，这件事交给苏先生来做是最合适不过了。您这是？苏先生，这件事关系到咱们大夏的传承，还请苏先生不要拒绝。还请苏先生不要拒绝。怎么一下子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呢？还能关系到传承？苏先生，您是有所不知啊，就是因为发现了他们的大秘密，所以才被他们给下黑手。虽然我们想尽办法把他给救了回来，但还是因此内脏受损了。还是我来说吧。我爷爷发现赵家和周家在倒卖国家文物，他们采用超凡的手段进行了伪装，将我们国家文物运往国外，谋取暴利。我之前去聚宝楼也是为了查看这件事情，然后才遇到了你。跟周梦妍有关系吗？周梦妍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甚至可以说周家，她是周家唯一一个没有参与其中的。好，那这件事情我做了。那这件事情我做了。好，那这件事情我做了。我已经得到确切消息，周家这一次会在周天康的寿宴上通过鉴宝的方式将一批珍宝作假处理，然后暗度陈仓送出去。所以第一步就是去周家参加寿宴。就是去周家参加寿宴。不愧是周家，一场寿宴竟然这么大的阵仗。如果没有这个体量，他们也不敢做那种事。这倒是。听说这次运送的文物中有我们的国宝玉佛头，
这时候就靠你了。放心，只要有东西在我眼前路过，即便是做的再隐秘，也瞒不过我的眼睛。怎么了？全都是熟人，看来来者不善。我看是仇人才对吧？他们现在巴不得弄死你。可惜他们没这个能耐。走吧，既然他们来了，宴会就要开始了。不知道谁给你的胆子，之前那么坑本少，现在来我们周家闹事。管他怎么进来的周家，既然进来了，他就别想好过。听说你之前还找过阿宇的麻烦，今天更不能放过你。今天更不能放过你。楚凌雪，你有眼无珠，你不是看不上我哥吗？自然有的是人看得上。现在我们赵家和周家强强联合，你们楚家死吧！系统启动洞察之眼。洞察之眼启动成功，见敌人周梦雨怀孕2个月，已感染艾滋36小时。我操，这家伙是病原体啊！不行，得赶紧把这家伙送进去，省得他祸害人。看什么看？现在想求饶了，晚了。唉，你想多了。我只是在想，要是他知道你把病传染给了他，他会怎么对你？你说什么？难道梦妍没告诉你吗？这会有艾滋。别听他瞎说，他上次还说阿鹏有心脏病呢，说今天就会复发，这不现在好好的，胡说八道。是啊，嫂子，我现在不好好的吗？苏里，你不是说我今天会发作吗？苏里，你不是说我今天会发作吗？现在看来，我什么事都没有了。又来这套把戏，你小子演上瘾了。行，我就在这儿看你数，看你数完，我又能怎样啊？故弄玄虚，真把自己当神医了。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发病了吧？逗你玩呢，要不然，你怎么会还有画面？像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招摇撞骗的进了周家，简直丢尽了周家的脸。难道你刚才看错了？慌什么？让雪再留一会儿，这样他发病的时候才会无药可救。阿鹏，你演的也太好了吧，就好像真的心脏病犯过一样。阿鹏啊，就是贪玩，不过也好，也配合一下这位神医嘛。不过也好，也配合一下这位神医嘛。我怎么感觉他快死了？周少爷喜欢开玩笑，阿鹏就是贪玩一点儿，根本没事儿。是啊，周少，阿鹏不会有事的。人都快凉了，还装的，你们可真行！不可能，阿鹏一直好好的，身体一直好好的。不会的，阿鹏不会有事的。真犯病了，看来之前那小子说的是真的，他们真的有艾滋。不好说，这赵氏兄弟啊，一直玩的话，染上病了也有可能。走，你现在跟我去医院，如果查出来我有什么事，要你好看。梦雨，你听我说啊，梦雨。这次你不救了？我的手是用来救人的，救他们等于害人。周少的身体倒是不错，
比赵家兄弟强多了。你什么意思？周少吐了这么多血，现在还生龙活虎的，真是难得啊！苏林，你找死！你找死！周少欠我的账，是不是要算一算啊？他在周家找周少算账，他是疯了吗？哎呀，你是不知道，因为之前呢，他们在楚石拍卖行的时候，周少爷和他2个人对赌，听说输掉了周家的珠宝行业控制权。哼，苏林，我敢给周梦言，敢要吗？谁这么大胆子，想要我周家珠宝行业呀？你就是苏林，我周家聚宝楼的小打杂的。周老爷子说笑了，你说的是历史，现在我是聚宝楼的鉴定师。哼，原来是我们周家的鉴宝师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聚宝楼是你的呢，敢在我宴会上大放厥词！我现在以周家掌舵的身份宣布，你被开除了。现在，你可以滚了。这老家伙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怎么一上来就这么大恶意？你说呢？周家都快被你玩垮了，他能对你有善意吗？周老爷子，既然聚宝楼的身份没资格在这儿，那我就换个身份和你对话。哈哈哈哈。那我就换个身份和你对话。哈哈哈哈！你能有什么身份？周家主，苏林是我楚氏拍卖行的股东，同时也是我楚氏集团的合作伙伴。这个身份够吗？楚家确实有资格入我周家大门，但是留在这里还不够。周老爷子，如果再加上第一矿矿主的身份，够不够？苏林，我说第一矿怎么聘我去管理？原来矿主竟然是你呀！小老魏说了，这个身份够吗？第一矿区的确有主了，主人就是他。他竟然是第一矿区的矿主，怪不得不把周家跟赵家放在眼里，原来还有这样的身份。既然是第一矿区的矿主，那自然有资格参加我的宴会。不过嘛，克就是克，我希望你不要再做出喧宾夺主的事儿。梦妍，开始吧。在我寿宴开始之前，给大家增加点乐趣。梦妍，开始吧。在我寿宴开始之前，给大家增加点乐趣。来一波竞拍！这是我周家花高价收购回来的3尊佛头，我爷爷也想借此机会组织一场义拍，最后不管是谁拍到，拍卖款都会捐出去。该死，他们竟然妄图将国宝运输到国外，接下来就靠你了。只要这里有国宝，就逃不过我的眼睛。下面请各位拍卖。今天是周家主的寿宴，我开个头，就算送给周老爷的祝福。3个佛头，我出1000万。那既然是义卖，那我也凑凑热闹，我出2000万。我出3000万。3500万。4000万。怎么样？鉴定成功，3尊佛头都是现代工艺品，造价200元。鉴定成功，3尊佛头都是现代工艺品，造价200元。这3个全是假的。怎么可能？如果全是假的，他们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不应该啊！难道他们还有别的手段
将国宝给输送出去？不清楚，接着看就好了。恭喜这位小姐以5000万的价格拍下3尊佛头。这一尊佛头是我爷爷这一生的挚爱，他这些年日夜上香，为的就是这一尊佛头。今天也想借此机会，把它送给有缘人。这佛头看起来价值不菲，尤其还沐浴过周老爷焚香的，意义更大。不知道谁能成为这个幸运儿啊？爷爷，这可是陪伴了你20多年的珍宝，虽然不是古董，但意义重大。你真要把它送出去？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将这尊佛头送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善美。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善美。演的还的像，不知道的还以为这2个是老好人呢。系统启动洞察之眼。鉴定成功，泥塑之下是大夏国宝大唐佛头，是无价之宝，请宿主保护国宝，避免国宝流失。完成任务可达到终极捡漏奖励。为帮助宿主完成任务，关键时候寻求系统帮助。连系统都发布任务了，看来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佛头留下了。这就是他们的手段了。这一尊佛头下面藏着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唐佛头。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阻止他们？很简单。简单？现在他们不是要拍卖？如果是拍卖，我们可以直接购买。现在要找有缘人，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就成为他们的有缘人。苏黎，这个时候就别开玩笑了。我没有开玩笑，今天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没有开玩笑，今天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佛头啊，跟了我几十年，如果不是为了给社会传播正能量，我也舍不得送出去。周家主，这是舍小家顾大家，真让我们佩服佩服呀！是啊，周家主高风亮节，是我们江城的榜样。那周家主怎么样才能成为有缘人呢？佛头代表着慈悲和大爱。当时我请回来的时候，方丈已经跟我说过了，只有真正大爱的人才能让佛头发出梵音。他是怎么做到的？太小儿科了，不过是腹语而已。原来是腹语，这么说，他要找的有缘人肯定也是一个会腹语的人。你说的不错，可惜碰到了我，这个有缘人只能是我。可惜碰到了我，这个有缘人只能是我。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在系统面前，一切阴谋都是渣渣。抱歉，你并不是有缘人，你也不是有缘人。你怎么还沉得住气啊？苏黎，我们要怎么办啊？当然是等啊，不等他的有缘人出现，我们怎么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他们要等的有缘人来了。走吧，该我们出场了。且慢，刚才周家主说这佛头代表慈悲，据我所知，陈元海就是个盗斗的，他弟弟就是因为这个进去的。这样的人也有资格成为有缘人吗？这样的人也有资格成为有缘人吗？可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海外华侨，昨天刚回的国。至于你说他弟弟的事，跟陈先生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小伙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我素未谋面，你这是在诬陷我。苏黎，怎么办？哦，那可能是误会了。我想好好看看陈先生是怎么成为有缘人的。陈先生应该不会介意吧？好啊，随便看。王八蛋，我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着我把佛头拿走，却无能为力。这也不行啊，看来还不是有缘人。唉，看来啊，也不是谁都能成为有缘人的。今天呢，这佛头是送不出去了。哎，这还真有了。难道他就是有缘人？这还真有了。难道他就是有缘人？陈先生是肚子不舒服吗？虽然不尽人意，但是也算是引出了梵音。所以说，今天的有缘人是陈先生。哦，那就感谢家主。这佛像我带回去，一定用心供奉。且慢，够了！你小子什么意思啊？今天屡次破坏我寿宴，你想干什么？误会，我只是觉得，我都还没有尝试有缘人，就送给别人不太合理啊。你的意思是，你也想尝试一下喽？当然。那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当然。那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他真有点太自以为是了，真以为成为有缘人这么简单吗？就是，我们这么多人都失败了，难不成他就能成功啊？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有缘人。我觉得只是引出梵音太小儿科了，直接给你们来一段万人大合唱。疯了！他说什么？他说来一段万人大合唱。系统，接下来就看你了。装模作样，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么久了，也没有任何反应。装模作样，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这么久了，也没有任何反应。年轻人呐，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最后不过是丢人现眼吧。那就请周家主好好看一下，我是不是那个有缘人？系统，直接给我整一个梵音大合唱。这是怎么回事？这还是人吗？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是啊，而且他这个反应跟之前的也不一样。之前那个声音是从陈云海的身上发出来的，但是这个声音是从佛头本身身上发出来的。周家主，现在你觉得谁才是那个有缘人？该死，这个王八蛋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赶坏我的大事！不行，不能再耽误下去，不然可能会发生不好的事。表面上来看，
你的确引起了更大的动静，但陈元海先生毕竟是第一个引起佛头梵音的，所以……没错，我是第一个引起梵音的，所以这佛头自然是我的。没错，我是第一个引起梵音的，所以这佛头自然是我的。不好意思，今日我们找有缘人，看的是谁最先引起佛头反应，而不是说谁引起的反应最大。所以你依旧不行。你们无耻！之前那个反应过程中分明中断了，你们还说他是有缘人，你们之间该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楚家丫头，话不能乱说，否则会招来麻烦。至于有缘人，陈先生就是有缘人，有什么问题吗？就是，佛头是我们周家的，我们看谁是有缘人，谁就是有缘人，谁敢有意见？你敢？你敢？还是你敢？我要说，我还能引起佛头别的反应呢。你说什么？如果你们觉得梵音合唱不够，我再给你们来一个佛光普照。如果你们觉得梵音合唱不够，我再给你们来一个佛光普照。既然是国宝，那现在展现出一些非同一般，也合情合理。系统，来一个佛光普照。啊！这怎么可能？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历？这就是一个玉佛，怎么在他手里能搞出这么多的花样？你到底是什么人？送你们去伏法的人。诸位，请大家看了一场戏，接下来是该揭露谜底了。今天其实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骗局。他，周天康，他，周天康，今天做的一切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要将我们的国宝传世佛头输送到海外而已。什么？往国外输送国宝？他疯了吧？这周家主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下面我就让大家看看泥塑的佛头下面到底是什么。系统启动神之右手。这是国宝，大唐佛头。这是国宝，大唐佛头。原来他们真的是往外输送，真是无耻。现在周家主觉得我是不是有缘人？小子，你坏我好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们走着瞧。走？你恐怕没这个机会了。啊！索林，谢谢你帮我爷爷完成了他的夙愿，看在我的面子上，以后你要多多帮帮楚家。苏林，我也谢谢你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我也真正得到了自由，以后周家就靠你了。怎么回事？今天任务不是完成了吗？我的终极捡漏奖励呢？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开启终极奖励，奖励宿主成为极品捡漏王，佩戴后宿主走到哪100%都能捡漏。我就是极品捡漏王，嘿！